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如何从三维升到四维，升到四维之后，我们的生命又会发生哪些颠覆性的变化。首先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四维不是玄学，听到最后你就会非常通透。先说一说我们人作为一种高灵性的生物，为什么会永久地困在三维？有三个核心的枷锁。第一个枷锁，对时间的线性认知。时间其实是一种幻觉，根本不存在。时间并不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线性计算，其实未来是可以影响过去的。在量子纠缠里面，两个互相纠缠的粒子就如同庄周梦蝶，到底是庄周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庄周？这是无法用单一的线性来解释的。还有就是，如果一艘飞船以90%的光速飞行的时候，舱内的1个小时等于地球的2个小时20分钟，你们知道吗？我们的 GPS 卫星每天都需要校准38微秒，不然定位的误差就会达到10公里。这些都是从科学的维度来解释的，当然从玄学的维度也可以找到痕迹。我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一种感知，就是当你深度冥想的时候，呼吸会长时间静止。但凡经常做觉察练习的人都有过这种感觉。有一本叫做《气功》的杂志里面有记载，终南山的修行者入定7天，出定时外界已经过了7年。至于是不是夸张的说法，我们先不去讨论，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一个经常深度冥想的人，他褪黑素的分泌周期会比普通人延长3倍。现代科学的濒死体验也有研究，一个心脏骤停的患者能准确描述出手术室的所有细节。这个可以证明人的意识是可以脱离生物钟存在的。其实时间就像是电影的胶片，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存在的，只是我们作为观察者在逐帧体验而已。第二个枷锁，对物质实体的执念。你确定你手里正在拿的这个手机就真的是本就存在的、实实在在的、一成不变的手机吗？我们把手机拆分成若干个小零件之后，它还是手机吗？你又怎么能确定这些零件日后不会被回收组装成别的东西呢？佛家有句话叫做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大白话理解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拥有的物质，都只是在因缘和合下由各种微小的细分元素暂时生成的。它生成的那一刻，也就是它归于虚无的时刻。这种虚无并不是消失，而是组成它的元素，又会在其他因缘和合的时候生成别的物质色相。佛家管它叫成住坏空，翻译过来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切本就存在，包括你自己。同样，一切也本就是一场空，说白了，一切都只是能量之间的转换而已。所以有句话说得特别好，谁说死亡不是为了更好的重生呢？第三个枷锁，二元对立的思维。人总共分为3个部分，一个是左脑，一个是右脑，还有一个就是看不见的潜意识。你可以说是高我，
可以说是神性，也可以说是元神，可以说是道，是规律，是如来，怎么说都可以。人的左脑负责二元对立，人的右脑负责分别和处理二元对立产生的感受，这两个加起来就形成了固有的三维认知，而只有看不见的高我才是高维智慧，它会给你直觉，给你灵感，给你创意，给你心流。为什么运动赛场的竞技往往见证奇迹的时刻都是在最后那一刻？比如最后一刻的三分球绝杀，你做出了从未超越过自己的高难度动作，都会在那一刻轻而易举地显现。那一刻容不得你思考，容不得你评判，容不得你去处理感受，你需要在0.001秒内快速执行潜意识给你的决定。这些看似神奇，其实越神奇就越接近自然本真。当你知道了这三个核心枷锁后，生四维就会变得轻松很多。这里有3个方法。第一个，重构时间认知，有目标但不计划，充分发挥当下的力量，绝对的臣服，感受绝对臣服带给你的直觉指引，让自己时刻处于临在和心流状态，它会带给你超乎计划外的部分。第二，突破空间认知，频率和能量不相同的人其实不会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而是在不同频率的平行世界里，彼此互相不搭边，但是可以来回穿梭。这个话听起来可能有些玄乎，但其实很真实。我们现在看似都在一起，看得见摸得着，但是此时此刻咱们2个所处的世界完全不同，只有2个人此时此刻的频率和能量是相同的，是共振的。那么当下这一刹那，我们才会在同一个世界里。一旦频率不共振，能量上不来，你就会瞬间穿梭回去，甚至有可能会进入另一个和你频率同频共振的人的那个世界里。事实上，每个人在这个时空当中都是可以随意来回穿梭的，所以本质上世界只是你一个人的世界，别人的世界和你毫无关系。你生活中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么一种熟悉的现象，当你脑海里突然想唱一首歌或者一句歌词的时候，还没有等你开口，在你旁边的一个人突然就把它唱了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一刻你们频率是完全共振的，你们同时发出了那首歌的频率，被彼此感应到了，这个一点都不足为奇。还有就是这个理论是可以充分解决他们焦虑的问题的。同样是报兴趣班，其他家长的动机可能是为了内卷，如果你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孩子陶冶情操，没有任何利益目的，那么看似都在报班，但是2个孩子最后的结果完全不相同。当然你也可以不报任何培训班，你的孩子也不会差到哪去，因为你们的频率完全不相同，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将各不相同。还有就是关于买房和不买房的问题，本质上都不会影响我们各自的生活，因为你们完全不在同一个世界里，我们都在不同的平行世界里。你无需为你没有买房而感到糟糕或者担忧，你们有各自不同的频率，只
只要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是正面，时刻跟着你的频率和直觉走，你的人生就一定不会差。和是否买房毫无关系，但是你一旦去效仿别人，你会立刻进入比别人频率还要低的平行世界里，你的人生甚至会更糟糕。这就应了那句话，幸福的人生总是惊人的相似，不幸的人生各有各的不幸，就是这个道理。其实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里，人生路径都各不相同，人的课题也不一样，最后人生的结果也不一样。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参考、学习和效仿别人。有钱的人生不一定是幸福的，没钱的人生不一定就不快乐。如果人生最后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修正念，让自己时刻处在一种积极的高维能量场域，这样你的幸福指数才会更高，人生自由度才会更广，世界才会与众不同。第三，意识频率的跃迁。意识频率跃迁之后，你的直觉穿透力和信息高维下载的能力就会变得很强。这一点听起来很难，但其实很容易。其实你们可以在网上去搜一搜什么叫做意识频率跃迁，说的都很清楚。在这里我教你们一个简单的方法，量子呼吸法，就是先吸气4秒，然后再屏息16秒，最后再呼气8秒，然后循环9次。3个月之后，你的第六感就会比别人准很多。有缘人，你是否感觉世界正以一种隐秘而深刻的方式蜕变？仿佛某种古老的频率正在苏醒，轻轻叩击每个人的心灵。这不是幻觉，而是一场集体意识的觉醒，地球正在升维，而我们正是这场宏大变迁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当旧有的规则开始松动，当内心的声音愈发清晰，当自然重新成为灵魂的归处，你是否也听到了那份召唤？这3大信号如同苍穹中的微光，照亮了我们迈向新维度的路径。此刻你读到的不是文字，而是一把钥匙，它或许能解开你心底的疑惑，唤醒那份早已埋藏的密码。接下来的每一段话都可能与你产生深深的共鸣，因为这场升维之旅不在远方，而在你我的呼吸之间。信号1，你越来越关注内在的声音。有没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似乎变了？不是单纯的环境变化，也不是生活节奏的加快，而是一种隐隐的内在召唤，好像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在轻轻唤醒我们沉睡已久的意识。这并非臆想，而是许多人在当下时空中真实感受到的现象。地球正在升维，这是一场无声的转变，也是一次深刻的能量重构。新时代已然开启，一个更高维度的文明正在走来。过去人们的注意力几乎都被外界拉走，名利、成就、物质、社交。可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到一种回归自身的渴望，那种对我是谁，我为何而来的提问不再停留在哲学层面，而是真切地渗透进我们的日常思维中。这种觉察的诞生
正是意识频率上升的初步迹象。当人们开始关心内在的能量状态，开始主动净化情绪，照见潜意识，疗愈伤痕时，他的意识便在轻轻脱离旧有维度，进入一个更宽广、更明亮的生命状态。这不只是一种灵性成长，而是一种宇宙协同的进程。当地球频率升高，我们内在的频道也被迫对准更高的能量共振点。越是灵魂敏感的人，越能感受到这种转变带来的激荡与清洗。信号2，旧有模式正在集体失效。你有没有发现，那些曾经管用的生存模式正在变得无力？比如，过度竞争已经无法带来安心，压抑情绪换来的只是身体负担，机械性的工作换不来真正的成就感，追求所谓标准答案的生活，反而让人感到空虚、无力甚至迷茫。这是因为我们所赖以生存的旧世界模板正在退场。地球作为一个巨大的能量体，它的频率每提升一层，就会对我们现行的制度、观念、关系系统进行一次重构。有些人可能还在用过去的逻辑解决今天的问题，于是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卡顿与疲惫。这种不顺其实不是失败的标志，而是生命在提示你，是时候更新你的操作系统了。唯有放下固守的思维，愿意重构认知，勇于走出舒适圈，才能进入新时代运行的逻辑中。这种转型不易，但每一位愿意改变的人，都将成为高维文明的先行者。信号3，人与自然的连接正在复苏。这一点看似不显眼，但却是整个升维过程的根本线索。过去，人类将自然当作资源，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然不仅是一种供给，更是一种智慧的体现。当我们走进山林，静观流水，沐浴阳光时，身体的状态开始调频，心灵也逐渐归于安定。你可能注意到，一些原本关注科技或效率的人，开始热衷种植、冥想、静食与自然疗愈。原本习惯城市节奏的人，也会突然生出一种想离开的冲动，渴望回到乡野，去亲近土地与风的味道。是的，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归位。人类在高维中的生命本质，是与自然深度共生的。当这种连接被重新建立，能量的流动也随之通畅，我们才能真正活得充盈、有力、有光。地球母亲盖亚正在升维，而我们作为母亲怀抱中的其一部分，正被这股浪潮温柔地推向新的意识边界。真正的升维，并不是去往某个新世界，也不是突然拥有某种能力，而是内在层层展开的觉醒与更新。你会发现，越来越难去责怪他人，因为一切根源都回到自己。你会开始相信，真正的力量不是控制，而是顺流与创造。你会清晰地看到，自己就是那个被等待的人，是点亮新世界的一道光。升维之路无法复制，也无可替代。
每一个人都要用自己的方式走出过去的自己。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在这一片混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清明与正向的轨道。很多人把个人成长与修行看成一段艰苦漫长的过程，好像必须经历从业余到专家的磨练，才能有所成就。但你是否想过，这其实是一种低效的思维方式？更深层的逻辑是，你的内在状态在每一刻都在创造你的外在现实。每一个念头的品质，每一次情绪的震动，都会向外界发出讯号，并吸引与之匹配的人与事。这正是吸引力法则所揭示的真相。既然如此，最高明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苦苦修行，等待有一天成就，而是直接调用你理想中最终想成为的那个版本，把它带入当下，以他的心态、视角和方式去生活。如果你渴望丰盛，就从此刻开始，以丰盛的思维去思考，用丰盛的感受去行动。如果你渴望爱，就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爱的能量体，不要把精力消耗在对抗杂草上，因为越是盯着它，它就越茂盛。真正高明的方式是把全部阳光与心力都用来滋养你心中真正想要的玫瑰和参天大树。当花园繁盛之时，那些杂草自然失去生存的空间，甚至会成为生态的一部分。许多困扰其实并非问题，而只是你所站的视角还不够高。当你提升认知的维度，问题便会自然而然消散。最后再说8个升维之后的生命变化。第一，物质显化加速，心想事成的速度会提升10倍。第二，跨维度沟通，可接受未来自己的指引。第三，身体自愈力变强，通过能量转化就可以快速调节。第四，能量摄取变少，因为身体的消耗会变得非常少。第五，会链接集体潜意识，也就是能够快速感知他人的想法。第六，危险预知，能提前感知重大事件。第七，知识下载，能轻松获取未学过的技能。第八，逆生长，也就是会比同龄人越活越年轻。以上这8个变化都是真实反应，经历并出现过的同修可以把你们的变化打在评论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当你在经历升维的时候，你就有的人际关系会自然瓦解。不过没有关系，这是宇宙在帮你清理低频的链接。地球的跃升不会等人，它正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前行，带领我们迈入全新的维度。而这一切并不遥远，也不玄虚，它正发生在你每天的呼吸、思想、选择与感受之中。不要再等那个完美的时机，也别再怀疑自己的价值。你就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参与者。如果你能听见这段话，看完这个影片，说明你早已在觉醒的路上。愿你在这个时代的浪潮中不惧不慌，不躲不逃。愿你成为光的种子，温暖自己，也点亮他人。
愿你记起自己的使命，不再回头，在这条升维的路上，自由、生动、坚定地走下去。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你感受到了这个影片带来的触动，请点赞回应，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心中那些正在寻找新生命方向的朋友。留言区欢迎留下你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为每一份发自内心的回应，都是这个新时代里最有温度的共鸣。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